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If they left them for hour means it would be die. 当意外突袭，天灾肆虐，无数生命都在等待援助之手。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而救援的意义，正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托起希望，让它不至于熄灭。这天一早，兽医纳瓦兹带领员工们一起做瑜伽。这是医院每个月一次的团建活动，通过静心和伸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状态，去照顾每一只需要帮助的动物。救援人员决定开车去现场，因为根据情报，需要救援的动物体型较大，力气也不小，光靠一个人可能无法应付，因此医院安排2名救援人员同行。原来有一只印度雕鸮卡在树枝之间，动弹不得，显得异常虚弱，身上还爬满了红蚂蚁，情况十分危急。Something happened to his eyes. Without any direction, suddenly it fell off. I think this hit by some vehicle and came and stuck here with these leaves. And it's entangled with the spine, no? So he can't able to move. These red ants attacked him later, so he got stuck there only. If they left them for hour means it would be die. And this leg, I think this leg paralyzed. 印度雕鸮，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猫头鹰，它对光线和声响极为敏感。为避免它在笼中惊恐挣扎，救援人员迅速用布遮住笼子，以稳定它的情绪。兽医马达夫早已接获通知，在医院做好准备，等待他们归来。So it's just to reduce the stress, sudden light, and if it gets into stress, a lot of hormones get released, and also that can lead to cardiac arrest. So we don't want that. That's why we cover the eyes or the whole face completely. So it has an injury in the eye and also the oral cavity.
Eagle owl usually we get which are orphaned, which are babies which came out of the nest, but head injury cases it's very rare. So we gave steroids first and fluids to stabilize it, and also painkiller. We have put the drops to the eye. So now we'll let it stabilize for half an hour or 45 minutes. Then we'll take an X-ray as of what can be done next. 只有透过 X 光，才能进一步确认，印度雕鸮除了外伤，是否还有内伤。baggage kumba. Now on bag go. 2 minutes देना 2 minutes. 野生动物医院虽然救治了很多鸟类，但印度雕鸮算是稀客，因为不常见，因此要如何治愈它，对医疗团队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Akshay today. Okay. Yeah. ಇನ್ನೊಂದು ಈ ಕಡೆ ಮಾಡಿ ತಗೊಳ್ಳೋಣ. Awareness about animal welfare laws, about wildlife needs to be, especially after the COVID, and much improvement needs to be made. So I am here doing my best along with my wonderful team here to help the voiceless, to treat them, to cure them and put them back to nature. This is the lateral one, is it? Yes, sir. No head injury. Yes. X 光检查结果正常，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Rehabilitation will be a little riskier. We need a proper enclosure for that, and also it should start eating on its own. Yeah, if it starts eating on its own, then it's all good. 在台湾花莲，急诊护理师廖玉琪迎来了休假日，但她没有选择待在家中，这份工作为她开启了许多扇兴趣大门。还在紧张？很紧张哦，有越来越紧张。我在进行拍摄，那它就是一个我们医院大爱台办的节目，那会做很多疾病的卫教这样子。那就是它会根据不同的主题，然后找寻适合的护理师来分享主题。大家好，我是急诊护理师。我参与这个节目大概半年左右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急性颈椎受伤。其实我本身就有在主持 podcast 节目，然后他们那时候有告诉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想我可以试试看。颈椎呢，如果受伤，我们可能会有，可能是我工作属性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工作，比如说可能会参与一些特搜的活动，或是灾难医疗队活动。我觉得这是对我人生有一些不同的就是经历啦，也可以救别人。那呢，就祝福大家都可以平安又顺利喽！耶！感谢大家。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灾难医疗救护队发展已经超过20年。花莲地处多山地带，向来也是地震频发区。花莲经历过几次大地震，那大地震的时候房子倒塌，就会有很多人受困。借过！医院的急诊室要立刻启动大量伤患应变。在现场的话，大概会有3组人马哈，一组就是特搜队，一个就是 DMAT 的队伍，另外一个就是 EMT 他们附近的消防分队也会立刻派救护车过去现场。慈济医院多年来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动员组织的各种灾难相关救援团队，急诊部有不少人员也自告奋勇参与，例如廖玉琪，除了是灾难医疗队的成员，他也自愿参与了特搜队的工作。花莲其实今年已经有通过特搜中级认证，
就是在国际上如果有重大事情需要救援或者动员的话，台湾的花莲是5、6月是一个轮值月，所以就是需要花莲的队伍出去。在这茫茫成员当中，还可以见到另一个熟悉的身影。今天是特搜集结的一个动员的训练。小编吗？我们得要先做一个模拟我们要出队的一个状况，让大家也彼此更加熟悉这整个的过程。就准备要出国，大概是1个礼拜的，你所需要用到的一些装备。我们会先报到，之后就是去评估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出队这样。一旦真的出事的时候，就这里集结完了，那我们就是直接拉到机场，准备出国。我们这次预计是出40人的队伍。如此的模拟排练，看似例行公事，但当真正的意外和灾难来临时，往往出其不意。简短的演练提醒了大伙儿自身背负的使命，也提高了警觉性。特搜队这边是几乎每个月会有1次的主训。这些其实就是在模拟大楼倒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种所谓的局限的空间，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人，然后把它搜救搜出来。这个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就是把这个铁板你要烧出一个空间出来，让人员可以进出。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医护人员用绳索吊到里面去。其实医界有2派的看法，他们是觉得说大楼倒塌的时候，医疗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那你进去本身你就会有风险。可能死掉一个医师，也换不回那条命。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有受过适当的训练，让他们可以进去到重灾区最前线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后来加入这个特搜的医疗组。我们参与大概是差不多3到4年左右的。加入特搜队之后，我心里面还蛮难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太鲁阁那个火车事件里面，很多的特搜队员在现场，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尸体残肢，每个人出来其实心里面也都相当不好受。这样让他待在头旁边就好，要不然他会怕。对，他要还是要尽量爬到上面的。对，他是哪里受伤？在任务结束之后，医院这边我们有帮大家进行一个团体治疗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它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轻易放下的。还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那是我将来持续进步的一个动力。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这里就变孤岛。到底外援什么时候能到，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地处天然灾害频发地区，或许让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充满挑战，却也孕育了顽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平静的下午，野生动物医院里忽然响起一阵喧闹。原来，猴子的围栏里一场追捕战正火热上演。这一群住了有一段时间、成群结党的猴子，即将被医院工作人员一起转移到新的病房。这些猴子早已对人类心生戒备，要诱捕它们并不容易。它们警觉性高，动作快，
工作人员必须非常小心，才能避免自己受伤。So this is known as the final macaque release cage, or what we call Bren socializing cage. So now this is being readied for the new batch. The macaques, they come here for 2 to 3 months. So there's no interaction of human beings, no human beings come here. 将猴子们转移阵地，目的是为了减少猴子们对人类的依赖，为将来重返大自然做好适应的准备。So they are very, very socializing animals. The group can range from 6 animals to 13 to 14 to 15 animals. So we look at the behavior here of the alpha male, the female, the whole troop. Do they gel together? If there's a fight, we remove that animal and then we introduce another animal till we are finally happy with the group. When they are ready to be released, how do we come to know? When the human being comes, they come to bite you. That is the happiest moment for us. Now we know that they will not come back to human beings. They are ready to be released. 然而，这群猴子是否能重返自然，还要看动物主管瓦桑特的最终裁定。瓦桑特在这里工作不过2年，因为表现良好，而在不久前获得擢升。I was very passionate towards animals, birds, so I joined as a rehabilitator and recently got promoted as a curator. As I'm a wildlife curator here, I take care of all the feeding, coordinating with the rescuers, coordinating with the vet team about the rehab part and all, and purchasing all the rehab feeding stuffs, equipments, everything. This is my favorite spot at PFA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trees here and we have a lot of birds in this place. When you come in the early morning, at least you can see 10 to 15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and you can listen to their call. And this place gives me a peace of mind. Those are bulbuls, red-whiskered bulbul. And there is a myna call also, common myna call. 身为医院唯一的动物主管，瓦桑特肩负的重担不言而喻。几乎每周6天，他都提早上班，而他对此从不抱怨。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cases, the world's fastest bird, peregrine falcon, which we rescued it. We did a surgery on it. After surgery, we trained the bird to fly again. We trained the bird to hunt, everything. And every day we used to go inside the enclosure where we used to chase the bird so that it can fly. 其实，瓦桑特在成为员工之前就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那时，只要见到受伤的动物，他就会像快递小哥一样，把小家伙们送到医院门口求救。Like whatever way possible it is, I can help them. If it's the nearest rescue center is near to my place or near to the location, I just take them to the nearest rescue center, all the stray animals. As this is a wildlife rescue center, we cannot bring the stray animals here. So what we do is we coordinate with the nearby domestic rescue center and we send it there. Yes, human and animal, both lives are same itself. We have to treat them equally. What we are doing is, we are not maintaining that equal. We are taking everything from animals and leaving them apart.
台湾的救护车都是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就出勤，然后把病人送到医院。他们可以在现场打针跟给药，他身上会带着急救药品，还有那个电击器。我是消防局的医疗指导医师，因为我们有先建立一个叫做预立医嘱。预立医嘱就是我人没在现场，但是我都先讲好，发生以下这些情况，你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做完了以后，我们会确认完我就会签名。在花莲慈济医院，许多演练不时在院内上演，让前线人员从容应对灾难的发生。那今天的场景是我们在救护车上面，当救护车在摇晃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在2分钟之内把管子插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好，现在就是开始操作。在台湾消防局会聘请急诊专科医师担任医疗指导医师，举办课程，像一个完整的高级救援技术员的一个训练，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之下练习插管的技能。经过考试认证的高级救护技术员是可以执行医师的预立医嘱，可以做某一些的医疗动作，而医师不需要在场，这个是合法的一个执行医疗行为。我们会对他们做更多情境的训练。灾难跟平常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身上拥有的资源非常的少，人力很少。我扶你过来，小心。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想办法让他可以把命留下来，所以我们在现场要做的事情不多，但很重要，把他的血止住，还有把他的呼吸道维持好，那他就可以有机会活到医院。到医院之后，我们再做进一步处理。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我自己没有遭遇过的情况，每一次都是挑战。每一次的灾难之后，我们一定会再为下一次再做更好的准备。大家都很喜欢说花莲人不是很怕地震，确实啦，我现在如果地震没有超过5级，我大概不会离开我的座位。所以我们在制度上还有在设备上都会做一些调整。这个环境你要解决很多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每一件事情都是困难，只是大困难小困难。你要真心喜欢这个行业，学习这个专业，然后再投入，不要为了收入或者是社会地位或者是别人的价值观。早上8点，医院里的早鸟马达夫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利用手术开始前的空档进行例行巡房，确认每一只动物的状况。Immediately after I come, I go through all the enclosures, check on all the animals, see if the enclosures are clean, see the food, like if it is wasted or do we need to feed them more or should we reduce the feed. And if there is any surgery scheduled, I go there, do the surgery. 而在诊疗室内，纳瓦兹正向一群实习生演示如何为蛇大哥实施电针治疗。So basically, it has a fracture here. The fracture is healed, but the sensation is less here. So basically, this is to stimulate nervine sensations. How does it happen? By release of endorphins. When you put the needle and pass low-level electrical current through them. So the different type of waves. 每年医院都会招收年轻的实习生，他们一边协助动物做康复，一边在兽医的指导下学习动物治疗和护理的方式。So the points in a snake is not well defined like the other domestic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So we put it round the site which is affected in between the scales, thereby hastening the healing. So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techniques for pain relief and nervine regeneration. 处理毒蛇时，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意外。
纳瓦兹向实习生强调，所有操作都必须格外谨慎。You see the contractions now. So when you're putting the needle, we don't sedate the snake. So we put the mouth into the restraining tube so that the fangs are inside the mouth so that it doesn't harm the vet who's doing the treatment. So we used to use conventional methods of hot water, UV light. So now we have started using the most advanced physio laser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有了现代科技的介入，病患的康复进程明显加快。So it used to take lots of time previously, 4 to 5 months. It takes about 45 days to set the fracture right after detecting the fracture. Then it used to take about 3 to 4 months to get the sensation back. So this has really reduced the rehabilitation time by almost 20 to 25%. So now we are able to release the snake much faster. 估计蛇大哥在1个半月后应该就能康复了。几天前，被公众发现卡在树上、伤重获救的雕鸮正在病房休养。马达夫再次为他进行检查，确认他恢复的情况。So the eagle owl was dehydrated and it was not eating on its own. So we just gave subcutaneous fluid and also eye drops. We are giving metro also because there may be crop stasis. Whenever we hand feed it, it is regurgitating. So we're giving that and metoclopramide once. We gave yesterday evening, so today evening we'll give metoclopramide before feeding. Sometimes they can't swallow. If there is any lesion, they'll not be able to swallow it, so that they'll put it out. So in that case, we have to treat it with antibiotic. So this thread, because of the human, so there's no, for the nesting, no, they don't have, not getting enough sticks or any of the material. So by the time they use these threads, so till when they are very small young chicks, they'll entangle to these legs and completely there's no supply, blood supply to the leg. 每年1月，印度迎来庆祝冬去春来的传统节日马卡尔桑克兰蒂。节日期间，五彩风筝布满天空，孩子们欢呼雀跃。可对鸟儿来说，这是一场噩梦。黑鸢频频被风筝上的玻璃线割伤，野生动物医院也因此迎来1年中最忙碌的手术高峰。许多鸟儿因玻璃线受伤而失去了羽毛，因此必须接受羽毛移植手术。So this is the donor feather and it is the recipient. We take feathers which are for flight and the tail feathers. The wing feathers help in the bird having a thrust and staying afloat. And the tail feathers helps for stability. So we imp that feathers which have been damaged. And the bird which would have been inside the cage for about 4 to 5 months, they can be released almost in 2 days. So this is giving a new life to the bird. But the problem is getting the feathers, collecting the same species naturally which are fallen. We get almost 800 birds every year which are caught in manja, out of which at least 500 need imping. So unfortunately we get feathers only for about 150 to 200 birds. The rest, they have to regrow their own molt. 想要持续为动物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照护，野生动物医院必须仰赖稳定的资金支持，以应付动物的食物、
药物、住宿等日常开销。So about 10 years ago, we decided there was a lot of issue with funding for running the wildlife rescue center. So that takes me around 15 to 16 lakhs every month to run the shelter. 为拓展经费来源，医院在园区内规划出一块区域作为宠物墓地，让公众安葬离世的宠物。So we started this pet cemetery, what we call the secular pet cemetery. So when you bury the pet, we take a small amount of donation, which runs this rescue center. 平时，救援人员也会向公众讲解医院的宗旨，让更多人明白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并愿意伸出援手给予支持，帮助医院继续运作。清晨，一只康复的小鸟准备再次拥抱天空。确认它已完全康复，能够自由飞翔后，穆罕默德带着它走出医院的大门。Nature is my teacher. Yeah, I learned everything from nature, from my childhood also. I'm not scared of animals. Wildlife is very important to our ecosystem, and so many species are there here and going extinct. As a human,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 animals, take care of the wildlife also. 每一次放飞是救援工作的终点，也是希望的新起点。当鸟儿再次展翅高飞，那一刻的光芒不仅属于它，也属于每一个为它默默付出的人。在台湾花莲慈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魏伟霆终于不必值晚班，救护车暂时没有送来新个案，然而病房里的观察病人却隐隐透着异常。你好，我是急诊卫士，他现在在抽筋啊，我们帮他检查一下，他以前有这样过吗？哦，比较严重哈，我们先处理，我们让他进去那个仪器比较多的地方。病人还有癫痫过了。一开始他是肚子痛发烧，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是一个胆管炎，所以安排他住院，后续会做一些检查啦。住院留观的时候，他就突然抽筋。你以前都是这只手在抽吗？我们赶快给他一些药物啊，稳定他的呼吸道跟生命真相。我看他的病历都没有做过这部分的检查。二来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脑出血的可能性，我们要去排除，所以才去做这个安排。不要动哦，让我们拉过去。放轻松，放轻松。好。不过看起来没有脑出血，应该是救的中风过的痕迹这样子。就是病人是说他没有一些中风的症状，他自己觉得没有。老年人的话，你可能没办法问出很详细的病史。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检查来佐证，那做了更多的检查，可能时间就会滞留在急诊又更多。最近因为急诊拥塞的状况又比以前更严重，所以这病人可能在急诊这边待个2、3天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你现在想睡觉？好，那你先休息。目前他意识也恢复正常，那癫痫也没有再发作，我们后续还会再追踪他的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等一下再进来看他。还没来得及结束工作，救护车又将一名病患送到了慈济医院。据阿姨她自己说，她是被载，然后就出车祸，那头皮就有一个出血。脖子会痛吗？头很痛啊，脖子不会。好，至少她目前意识都是清楚的了。
那其实我们头皮的血流是蛮丰富的，就流血量可能会很大，所以整个头啊，整个身体都是血。深呼吸。我们把伤口打开之后，其实大概只有3公分左右而已，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出血点，那我们赶快把出血点加压，然后把脑部做检查。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恐怖，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来的话，那病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流血量比较多一点。阿姨来深呼吸哦。哎呦，好，我们打完等一下就不痛了。阿姨来，我们再忍耐一次哦，哈，来深呼吸哦。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好痛。好，来再做一次，来深呼吸哦。可以经历到很多种痛苦啊，可以看到各种疾病的样貌跟原因啊，不同的程度这样子。这样有痛吗？好，那我们就先不动哈。我们可能就是以不要让他有痛苦为一个大方向。我们如果更能够了解病人或同理他的痛苦，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那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因为粘在头发可能本来就粘不紧呢，尽量固定的哈。缝合之后，其实阿姨的流血量就已经大幅下降。然后脑部做完检查也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们就会让她先回去观察。急救间的可能有时候满床的话，连续来个3、4个都有可能。病人多变化，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另外就是我们上班跟下班时间可以切得比较精准一点啊，不像别科的医师下班有时候病人一有问题，可能你也会接到电话要赶到医院马上处理。一转眼又到了下班时间，慈济医院隔壁的慈济大学球场开始出现一些医护人员的踪影。刚下班的魏伟霆每周都会带着孩子和3、5好友到此切磋球技。我们医院有篮球社团，我们急诊就有好几个，或有些放射科啊，其他科别的医师，只要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报名参加。之后每个礼拜跟几个好朋友聚一下，让心情比较放松一下。高中开始有接触篮球，大学也有再继续打。有在运动还是会有差别，有时候上班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累。退下衣袍，回到日常的医护人员，偶尔在生活中也有将他们所学所知派上用场的难得机会。平常我们打球就是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回去。那一次就是邀请外院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一起打球。旁边在最里面，他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他打一打，他就好像不知倒地，摸他的脉搏其实也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当下赶快给他急救。好在我们现在每个场馆、运动场所都会有 AED 啊，当下赶快帮他 CPR 把他垫起。1、2、3。那后续这个老师也是蛮顺利康复的出院。篮球的抢救团队，每个人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赢下这场球，跟工作一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那病人可能就会得到良好的诊断跟照顾。魏伟霆毕业于慈济大学医学系，随后毅然到慈济医院，从住院医师开始学习，直到晋升为主治医师，对慈济这个社群有一定的情感。从大学开始就对这边的医院还有人文就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慈济大学就是强求一些医学人文，所以我们从学生时代到主治医师都会有这样子的熏陶啦，希望久而久之就变成内化成自己心理层面的一块。以人为本是现代医学人文的核心理念之一，讲求不只关心疾病，更关注患病的人。没关系，慢慢写，不用紧张哦。好，没关系。其实大部分的人走进急诊的那一天，很可能真的是他很倒霉的一天，他遇到的那一些事情很不好。
那可以帮他的人就是我们，但我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你那个烫伤啊，3度烫伤了，这个蛮严重的，这个我们等一下找整形外科医师处理才可以哦。所以他们倾向于不信任我们，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想相处几个小时之后，有些人会开始信任你，因为他可以感觉到你对他做的事情是好的。这里会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毕竟他们都在生病的状态，所以他们通常不会给我们太好的情绪。我尽量是退一步想，那有时候我就会劝他说，其实你不需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帮助你的人。常常都会发现说，其实他想要的东西不是他嘴巴上讲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练习到，我可以体会到他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看起来眼球实在是肿得太厉害。以人为本的理念，或许也应该由患者的角度投射到医护人员身上。卸下这份天职的他们，就和你我身旁的平常人别无二致。大家通常都比较阿莎力啦，就是所谓的直来直往，并不会说去拐弯抹角啦什么那些，这是我还蛮喜欢的原因。就是有话直说嘛，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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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急诊其实还算是蛮轻松的，因为大家看一次急诊是很贵的，所以呢，大家来就是赶快拿个药，药也不要拿太多天，能够解决我现在的困难，就赶快离开了。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个人进来，我要抽血，我要怎么样，开始点菜了。含在舌头下面那个药。在动物医院里，我还蛮喜欢急诊这个工作的，可是呢，对民众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全部加在医护人员身上。医护人员变成是健保在这个世界上发光发热，那我们是负责让它发光发热的那些燃料，我们只是燃料烧完就没有了。已经走上这条路了，我们会乖乖走完。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我在工作的时候，不管那个人他受伤了多么的严重，其实我都是没有感觉的。我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会尽我全力去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做好。按你说按这里会不会痛？对。可是常常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停下来的时候，你才忽然间发现，他就是一个人，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感受。原来是敷那里，对。你总是会对人生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哈。人们常说，治愈有时，关怀常在。但愿医护人员在前线奔赴前行时，那些善意、理解和关怀，也能是双向并行的。在生与死之间，每个生命都要面对最後的告別。หมอจะถามว่าคุณแม่เนี่ยจะให้น้องเจ็บตัวอยู่ไหมจ๊ะ？但有些告別意味着結束。5:06。有些告別卻是為了重生。Our aim is to see the wild animal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and not as we like it. 而在一次次的離開和歸來之間，我們看見生命的脆弱，也看見它不滅的希望。